上海的老牌面包店宜之多一夜之间关了大量门店，到底是怎么回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那么上海的老牌面包店宜之多到底怎么了？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吧。得到消息后，我立马前往了上海最大的宜之多门店南京西路店。去之前我还搜了一下状态，显示是营业中，但是到了现场却是这样的场景。大门紧闭，周围的人好像也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显得特别落寞。看来网上的新闻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其实我也是调查了一下资料，宜之多这次疑似一夜之间全部关门，并非没有蛛丝马迹啊。去年9月份，宜之多就被爆出现关店潮，说是上海的宜之多大约少了70家门店，约是宜之多原有门店的一半。但是在当时，宜之多官方并未进行答复，外界也猜测可能是因为疫情影响、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导致了宜之多收缩战线。但实际上呢，当时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及时的止损。网上有资料显示，宜之多还是在继续亏损，并且相当的严重。我们看到龙华中路这边的一家宜之多门店，里面的东西也已经被清空了。然后路上呢，我又经过了老西门这边的一家地铁宜之多门店，上面还贴着通知我们来看一看。市中心的3家门店基本上都关门了，而且里面东西呢也都被清空了。看来这个新闻的确不假。其实像宜之多，应该很多上海市民都不陌生时间回到1999年，台湾烘焙师出身的蔡炳荣在上海创立了宜之多品牌，并把第一家门店开设在了美罗城的地下1层。那个年代也正是上海台资烘焙企业的黄金年代，在最高峰时，宜之多的地铁门店数量达到105家，其中75%的营收都来自于设立在地铁站的门店，甚至有人说只要是能够换乘的地铁站，几乎都有宜之多的店铺。但也正是因为迅速的扩张，也为宜之多今天的现状埋下了伏笔。这其中我觉得大致有3大原因。第一呢，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宜之多经营压力剧增，入不敷出，导致无法周转。第二，行业的竞争太大，产品亮点又少。相比较网红店们不断推出的新产品，还有现烤的概念，老牌面包店确实有点缺乏吸引力，而且面包也都是裹在塑料袋里面冷冰冰的装着，没有温度，再加上自己的品质还有所下降，因此慢慢流失了顾客。第3点，很多人都反映宜之多价格偏贵，和同行比没有优势，也使得生意每况愈下。这3个原因呢，可能是导致今天宜之多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其实不光是宜之多，像85度C、克里斯汀、可颂坊等老牌面包店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如何在新时代与网红店竞争、与大品牌抗衡，问题非常现实。其实到底宜之多现在是不打算经营下去了，还是暂时关店，我们不得而知，毕竟还没有官方消息。但是在这边呢，还是祝愿我们上海的这个老品牌能够坚挺下来。好了，那么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大家是怎么看待宜之多这次事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秋库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大家再会。